每年的1月6日，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信徒都会参与一项神圣的仪式——主显节。在这一天，他们纪念耶稣基督在约旦河的洗礼，并通过进入冰冷的水中来表达他们的信仰与虔诚。这是一项古老的东正教传统，代表着神圣显现与人类灵魂的净化。2022年1月6日，一位2个孩子的母亲为了纪念东正教主显节而跳入结冰的河流中，结果在她尖叫的孩子们面前被强劲的水流冲走，推测已经死亡。Ребята, ушла быстрее! Быстрее все сюда! Все сюда! О! Туда, Юра, Юра, туда! Юра, туда! Юра, туда, Юрка, вот так! Блядь, туда, вниз. Скорее сюда! Ребята, быстрее! Блядь, я не могу раздеться. Идите, раздевайся. 这场悲剧发生在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，他的孩子们尖叫着，其中一个孩子哭着喊道：“妈妈，妈妈！”可是他们的妈妈已经再也回不来了。不久之后，救援队展开了行动。Готов? Готов. Тихонько. Поехали потихоньку. Проверка связи сразу. Налево, вправо крутись, вправо, через правое плечо крутись. 尽管救援人员迅速赶到，但由于冰层和水下的暗流，这名女子的尸体至今未被找到。有一些当地的观众评论道，说这条河是当地十分危险的河流之一，每年都有人溺水身亡，甚至在夏天也是如此。这位女士只是随波逐流罢了。接下来是一起真实发生的离奇失踪案，直到现在这起案件都没有被破获。2011年5月11日，一位叫做艾米的女士来到了她6岁儿子蒂莫西·皮特森的学校，并对孩子的老师说：“家里有一些事情，我要带孩子离开。”蒂莫西的老师感到非常惊讶，觉得艾米的表现有些不对劲，但这是孩子的妈妈啊，能有什么事情呢？最后还是让蒂莫西跟着母亲走了。在走出校门的那一刻，艾米对蒂莫西说：“妈妈这次要带你出去旅行。”车子驶离学校时，蒂莫西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笑容。和母亲在一起，他总是那么快乐，而这次的旅行看起来更像是一次特别的冒险。艾米带他去了动物园，然后是水上乐园，一切似乎都像是一个完美的亲子假期。他们一路上住进不同的酒店，每到一个地方，艾米都精心安排他们的活动，确保他们玩得开心。对蒂莫西来说，这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假期，但背后却隐约透出一种不安的气息。艾米和儿子的本次旅程似乎并不是在休假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之中，孩子的父亲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打电话来询问过，并且艾米也有主动给家人们打过电话。而每次艾米在和家人通电话的时候，语气总是轻松愉快，她会对丈夫说：“不要担心，我们很好。”但有一点却让人很是好奇，每当孩子的父亲或爷爷奶奶询问孩子的近况时，艾米总是说：“他很好，他玩得很开心，没时间来接电话。”紧接着艾米就会岔开话题，然后挂掉电话。这让被挂掉电话的家里人一头雾水，家人心中的疑虑也越来越强烈。为什么他不让蒂莫西说话？他是不是隐藏着什么呢？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，这母子俩并没有留在原地，他们继续在路上奔波，住过几家不同的酒店，但距离家却越来越远。在这个过程之中，许多酒店的监控都拍到了这对母子。监控视频显示，蒂莫西很开心，完全没有察觉即将发生的事情。然而，艾米在一家五金店的购物清单却让人疑惑。他购买了一些与旅行毫无关系的物品，笔记本、笔等等的一些小东西，这些东西看起来与他们的旅程并不相符。艾米仿佛有什么秘密，然而他到底要干什么呢？每一次打电话给家人，艾米都表现得轻松愉快，然而这些细节却越来越让人感到不安。为什么他总是显得如此轻松，却从不解释自己在做什么，甚至不允许蒂莫西接电话？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在一个晚上，艾米独自一人住进了一家酒店，这一举动令所有人更感到疑惑。
他把6岁的儿子放在哪里了？他为何要独自入住？这些无法解释的行为，逐渐让他的家人陷入了更深的恐惧之中。艾米的最后一个电话打给了她的婆婆，艾米的语气依旧平静。她告诉婆婆一切顺利，别担心。但当婆婆要求与蒂莫西通话时，艾米再次拒绝了。她说她在玩，声音依旧轻松，但却带着一种难以捉摸的陌生感，仿佛她隐藏了什么更深的秘密。2011年5月14日，艾米在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入住了一家汽车旅馆。至此，她和蒂莫西已经在路上整整3天。那晚，艾米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视频中，独自进入了房间，而蒂莫西却消失了。第二天，工作人员在艾米的房间里发现她的尸体，她已结束自己的生命。震惊之余，更让人心头一紧的是，警方在艾米的身边发现了一张纸条。纸条上用他的字迹写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：蒂莫西很安全，但你们永远找不到他。这段话带着一种讽刺的警告，而纸条上的另一句话却更让人难以置信：蒂莫西在一些会照顾他的人身边。这似乎暗示着艾米把蒂莫西交给了某些他信任的人，或许这些人能照顾他。但问题是，这些人到底是谁？他们真的存在吗？艾米曾保证一切安好，然而他已不在人世，蒂莫西却依然下落不明。警方在艾米的车里发现了血迹，经过检验，血液确认为蒂莫西的。这一发现让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，蒂莫西究竟是被藏匿保护，还是遭遇了更可怕的事情？艾米死后，警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寻行动，重新回顾他和蒂莫西的每一个足迹，试图从每一个线索中找出蛛丝马迹。警方研究了地图，查看了艾米的 GPS 记录，并回访了他和蒂莫西曾经停留的每一个酒店和地点。搜查的范围也扩大到一些与车上泥土和植物痕迹相符的偏远地区。尽管搜寻力度空前，但蒂莫西的踪影依然无迹可寻。蒂莫西失踪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，新闻频道不断播报，蒂莫西那张灿烂的笑容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，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焦点。公众对这起神秘案件产生了浓厚兴趣，随着越来越多细节的曝光，外界开始猜测案件的真相。蒂莫西的父亲吉姆·皮特森成为了媒体的焦点，他在采访中谈及失去艾米的痛苦，以及对儿子下落未知的无尽煎熬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相信，就像艾米在纸条上所写的那样，蒂莫西可能正安然无恙，等待着某一天回家。然而，这个案件引发了不同的声音。有些人同情吉姆，坚信蒂莫西还活着，期待他某一天能够回家；而另一些人则开始质疑艾米的行为，怀疑他的纸条是否值得相信。甚至有些人认为蒂莫西永远不会被找到，因为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。2019年，蒂莫西失踪整整8年后，案件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。一名年轻男子声称自己就是蒂莫西，说他终于逃脱了囚禁。短暂的希望让吉姆一家重新燃起了期待，但这一切很快就被现实无情粉碎。DNA 测试结果显示，这名年轻男子并非蒂莫西，而是另一个有生活困扰的陌生人。他试图用这种方式来欺骗吉姆一家，逃避自己的生存问题。没错，这就是一个骗子。尽管如此，蒂莫西的案件并未关闭，执法机关始终未放弃调查。吉姆与家人依然保持着希望，坚信某一天蒂莫西会回到他们身边。蒂莫西的失踪成为了美国最著名且最复杂的悬案之一。至今，仍有猜测认为，艾米或许得到了他人的帮助，也许某些人知晓蒂莫西的下落，然而这一切依旧无法证实。2016年4月18日早晨，德克萨斯州米德洛西安的天空依旧昏暗。45岁的健身教练米西像往常一样准时起床。他是一个极其敬业的人，定期教授清晨的健身课程，而今天他的课程安排在了克里克塞德基督教堂。米西一向喜欢提前到达，确保一切准备就绪。凌晨4点20分左右，
米西驾驶着车子进入教堂，车灯一闪而过，照亮了停车场，随即熄灭。他带着健身器材和必需品走进了教堂，但他却不知道，他的命运在这一刻就发生了转变。原本空荡的教堂，其实早在他到达之前，就有一个陌生人悄然闯入了。这个人是在凌晨3点50分出现在教堂内的，他漫无目的的游走，行为举止让人感到不安。监控摄像头捕捉到了这一幕，这个穿着全套战术装备的人，身上披着黑色头盔、防弹背心和手套，完全认不出他的身份。毫无疑问，这不是普通的着装，而是为犯罪所量身定制的伪装。警方后来的调查发现，这个人的举动既不像是执行任务，也不像是在搜索什么特定的目标，反而更像是在等待某种不确定的事情发生。视频显示，这个陌生人在教堂内徘徊，偶尔停下，敲击墙壁，开门查看，甚至呆立在原地，行为迷离，仿佛在消磨时间。最令人不解的是，这个不速之客的行动轨迹，他好像对教堂的布局不熟悉，甚至就像是在闲逛。凌晨4点20分，米西走进教堂，监控画面戛然而止。至今尚不清楚米西与这名陌生人究竟相遇了多久，但已知的是，米西的尸体没过多久就被他的学员发现。现场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，米西的人身上多处受伤，疑似是被一只锤子所致，而锤子正好被遗留在他的尸体旁边。随后警方立刻转向教堂的监控视频，试图从中找到破案的线索。然而这段视频不仅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，反而引发了更多的疑问。这个神秘人的行为看起来更像是为了制造某种错乱的局面。视频中，他打破了教堂内的一些物品，甚至砸碎了玻璃，似乎在故意营造一场抢劫未遂的假象。然而最令人困惑的是，凶手根本没有拿走米西的钱包。如果这真是一次抢劫，那这场闹剧似乎没有丝毫道理。而凶手为何会选择教堂？到底是什么动机让一个人对一名平凡的健身教练下手呢？调查人员发现，凶手在教堂内的行动极其缓慢，仿佛有着不为人知的目的。他们反复观看监控录像，渐渐注意到凶手的步态，那是一种异乎寻常的踉跄步伐，他似乎穿着一双不合脚的鞋子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这种僵硬又不寻常的行走方式竟然和米西父亲的步态十分的相似，这种相似让人产生了不寒而栗的联想。侦探甚至开始推测，认为两者可能有某种关联。后来警方对这些视频进行了分析，但最终并未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米西父亲与案件有直接关系。其实警方最初甚至认为这名陌生人可能是女性，她似乎穿着过大的装备，所以行动笨拙。然而这一理论也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支持。而接下来的调查更是陷入了死胡同。警方对米西的亲朋好友进行了深度的调查，试图了解米西的生活，他的人际关系是否有任何可能的冲突，或是他近期是否遇到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。据米西的亲友们说，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，深爱家庭，也热衷于健身工作。然而有些朋友透露，米西最近曾对自己收到的一些社交媒体消息感到不安。这些信息来自一个陌生男子在 LinkedIn 上给他发了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消息。警方追踪了这个嫌疑人，但最终这条线索也没有任何收获。无论是调查米西的关系，还是检查监控录像，都没有找到任何直接的证据能指向一个明确的嫌疑人。至今，特里、米西、比弗斯的案件依然未解，他的死仍然笼罩在谜团之中。葬礼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终结仪式，可是有时候死亡并非真正的终结。这不是电影中的情节，而是一起真实事件。一个葬礼上，亲人们带着沉痛的心情送别逝者。那一天，死者的家人认为他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。他真的死亡了吗？还是他故意开的一个令所有人毛骨悚然的玩笑呢？
2024年3月13日18点49分，令人震惊的闭路电视录影展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：一名小偷试图在行驶的火车上抢走一名女子的项链，结果却遭到迅速报复。影片中，窃贼巧妙地选择站在火车门附近，伺机寻找目标。他毫不羞耻地锁定了2位在车厢里走动的老年妇人，并迅速伸手抓住其中一位的项链，令他瞬间陷入恐慌。然而，窃贼的计划很快就出现了意外的转折。当他试图强行夺走项链时，突然失去了平衡，跌落出行驶中的火车。虽然闭路电视清楚地拍下了他的坠落过程，但从画面来看，他似乎是想跳下去躲避追捕，却错误估计了火车的速度，导致了这场悲剧。接下来的影片是一起发生在医院的突发事件。当时一位乘坐轮椅的老人因为操作失误，不幸从电梯上滑了下来，但幸运的是有人接住了他。后来我看了一下这个影片的另一个版本，虽然有一些恶搞成分，但真的很有意思。这部影片是一位叫做詹姆斯的先生拍摄的，他很清楚地知道那是不明飞行物，但他并不是很关心它是什么，他关心的是这个不明飞行物在干什么。有一些观众给出了他们的答案，说这个不明飞行物可能是在开启传送门，又或者是他可能是喝醉了。好吧，朋友们，我们的节目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。这里是飞鸿禁地，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，请点击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一起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。黎明将至，我们午夜再见。